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提高你的中文口语水平。你的中文口语水平不够好，主要有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你练习的太少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太拘泥于每一个字的发音了。第三点呢，就是你的耳朵还没有对中文形成条件反射。接下来咱们细说一下关于第一点啊，就是你的口语和你的文字之间的桥梁还没有搭建好。其实很多朋友的文字表达水平挺高的，能把自己的意思用很清晰很明白的中文表达出来，但是呢，让他说的话他就说不出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练习的太少了，他的舌头不听话，让他去发一些音的时候，他的舌头乃至于他整个嘴巴都特别紧张。我说的紧张真的不是因为心里太紧张了，而纯粹只是舌头嘴巴太紧张了。那么要破局怎么办呢？就是多说多读，读得多了，说得多了，你的舌头自然能适应中文的发音。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2个方法帮助大家练习。第一个呢，就是找一段母语者朗读的文字，然后反复的去跟读。第二个呢，就是找一个话题，自己不断的去做自言自语的练习。练习的结果呢，就是让自己的舌头嘴巴放松下来，真正的适应中文的发音。第二点呢，很多朋友都太在乎一个个字儿一个词儿的标准发音了，一定要发的特别标准特别清晰。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不可能把每个字儿每个词儿都发的那么清晰那么标准啊。很多时候有些字儿有些词儿都会被轻易的带过，蜻蜓点水一样轻易的带过去，会出现吞音连读等等现象。我们说话的时候更在意的是句子的整体流畅性，而不是单个词儿单个字儿是否那么标准。就算声调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100%的标准，没有必要。我们听话的人可以根据你的上下文来理解你的意思。大家想想自己小时候学语言的时候，是不是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说的不标准的时候，你父母都会纠正你呢？其实根本不会，对不对？你说着说着自然就能说标准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咱们第3点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的说和听是并行的，我们通过不断的去听来调整我们的说话发音，我们同时通过不断去说，让自己的耳朵慢慢形成对中文的条件反射。只有我们形成了条件反射之后，我们任何自己发错的音都会马上能判断出来，然后同时脑子中就开启了这么一个机关，让自己去纠正。所以我们任何学习中文的朋友都要努力让自己形成对中文的条件反射。你只有形成了条件反射，你自己嘴巴说出来的话，你才能马上反应过来到底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让自己去说吧，说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说的同时不断的用耳朵去听，输入正宗的中文母语者是怎么说的，让听和说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所以你的中文水平不够好的话，我对你的建议就是多听，然后多说，多说再多说。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了。